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离线序列解码。这项研究来自哈等人2026年发表的最新成果。它提供一种新方法，无需空间模板即可检测重放。检测目标正是大脑休眠期的离线序列。它不再依赖预先定义的轨迹或位置细胞，而是从神经数据中直接提取时间顺序信息。这能帮助解读静息状态下记忆巩固的神经机制，也可能为全脑范围的重放研究打开新入口。下面将逐步展开这一新方法的核心细节。神经重放是记忆巩固与预测的核心机制。在活跃期探索时，海马体神经元依次放电，这些放电构成特定经验序列并被保存下来。在睡眠或静息时，序列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并重放。重放期间，序列时长被压缩到约1/50。间波涟漪是睡眠期的高频脑电节律标志，其频率范围为150赫兹到250赫兹。因此，重放还支撑学习与未来路径规划。传统加权相关法依赖预设空间轨迹，仅限位置细胞。无监督聚类法虽无需模板，却对超参数极度敏感。新序列自然法基于经验观测，参数敏感度极低。对比显示，自然法能完全包含非位置细胞参与，跨脑区适用性上，自然法全脑通用且计算直接。传统方法要么排除非位置细胞，要么调试复杂。表格中，自然法一列被高亮凸显综合优势。这种泛用稳健且少参数依赖的工具正是所需。核心逻辑其实可以归结为谁在谁之后放电，不再把神经放电绑定到物理空间坐标之上。具体视频针也不再作为外部的固定时间锚点，活跃期只统计每个细胞对的先后放电顺序即可。神经元 I 在神经元 J 后放电的概率才是核心量。这些成对概率共同构成排序放电概率矩阵，只要有稳定时间顺序，任意经验都能被捕捉。空间导航和看电影都遵循同一套序列逻辑。一张经验蓝图用排序概率矩阵刻画群体结构，先记录活跃期的脉冲序列，如迷宫寻宝或视觉刺激，逐一统计所有细胞对之间的先后放电关系。应用广义线性模型，结合鲜艳分布来平滑噪声，估算神经元 I 在神经元 J 之后放电的概率。全部细胞对的统计结果汇总成排序概率矩阵，亮黄色代表稳定跟随，深蓝色代表低概率。这张概率矩阵就是检测重放的标准答案。检测休眠期，重放通常先提取候选事件窗口，以典型的100毫秒间波涟漪作为候选窗口，把候选序列拆成相邻脉冲对，逐对计算自然、核心自然值等于正向与反向概率的对数差。若对数差大于0，就判为正向重放事件，相反小于0则对应反向重放，方向明确可辨。要排除随机噪声、随机打乱脉冲身份，构建零分布，只有显著超出零分布才确认为真实重放事件。仿真实验用100个位置细胞在直线跑道放电，将 L 序列得分与传统加权相关法得分对照。散点图显示 R 平方为 0.68， 线性相关极强，对应的显著性检验 P 值远小于1/1000。该结果直接表明新算法与金标准高度一致，它能无缝替代传统空间模板匹配法。同时，它对放电率的变化表现出高度鲁棒性。该验证先证明算法可用，再进入真实数据检验。真实数据验证从大鼠电生理实验开始。4B 迷宫任务产生313个候选事件。新算法的结果与传统加权相关法高度吻合，决定系数为 0.36， 且 P 值远小于1/1000。小鼠盖成像20赫兹，且窗口达900毫秒。新算法依然识别群体同步事件中的重放。算法由此适应跨模态与多时间尺度差异，验证了从毫秒到秒级信号的生物学通用性。传统观念认为重放主要依赖位置细胞，新算法摆脱空间模板，纳入全视野细胞分析。盖成像数据中比较了非位置细胞2个占比，整体群体占比与重放事件占比持平，统计检验无显著差异， P 值大于 0.2， 可见非位置细胞与位置细胞同等参与重放。大脑回放不单是地图，还包含完整情境，位置细胞主导重放的旧有观念就此被推翻。实验采用头部固定小鼠，完全排除空间导航。
数据来自艾伦研究所，采用公开神经像素数据集，小鼠被动观看3类刺激，流程长120分钟，随后记录静息期，比较海马 CAE 与视觉皮层。核心问题是毫无空间位移时，重放是否出现。自然电影有连续逻辑，打乱帧破坏了时间结构，随机斑块则完全缺少外源的时间顺序。该设计用于检验非空间经验能否触发离线重放。自然电影条件下 ，CAE 与视觉皮层均显著重放。随机 Gabor 斑块刺激下，视觉皮层重放消失。海马 CAE 面对随机刺激仍保持显著重放活动。视觉皮层的重放依赖具备逻辑性的时间结构，海马体的重放更具内源性神经动力学特征。两类脑区的重放模式呈现鲜明对比。非空间视觉经验同样能触发分布式重放，不同脑区对刺激结构的依赖存在本质差异。重放的核心功能是重塑静息前后的神经表征。静息期后，大脑对同样电影的神经反应出现漂移，这种漂移不是随机时间流逝，而是由重放驱动散点图显示。参与度指数与放电变化率正相关。参与重放越频繁的神经元，其表征改变量越大。这不仅是记忆回放，更是神经网络的主动重构。海马 CAE 区的重构幅度远高于视觉皮层。重放驱动的表征漂移正是记忆巩固的观测证据。大脑不只是一台录音机，还能重组经验片段。研究者把实际经历序列在数学上重新排列组合，他们构造出未经历的新序列，并构建概率矩阵。在休眠期中，新算法检测到这些新序列的重放。这种未经历序列的重放被称为生成性预演。结果表明，大脑能打碎经验片段并重新组合，这指向未来潜在情境，具有一种离线预测能力。新算法为预测性大脑研究提供了直接工具。双方正从空间导航转向通用事件重组机制。该框架同时容纳了非位置细胞与多皮层网络。非位置细胞参与，说明情境信息同样被编码。多皮层网络参与，说明重放是全脑协作过程。生成维度指向未来重组，而非简单回溯过去。三者共同摆脱以空间地图为中心的传统认知。新框架使重放研究顺利扩展到非空间脑区。未来仍需更多跨模态数据检验其适用边界。基于自然性的序列检测法打开了无模板解码路径，不依赖行为学基准，也不依赖空间坐标锚点。成对放电顺序足以重构静息期的内在序列。电生理与钙成像数据都能得到稳定的检测结果。任意脑区与感觉域都能被这种方法覆盖。算法与代码现已开源，支持研究者直接复现检验静息态的低语，转化成了可读神经信号。这套工具为记忆与预测研究提供通用分析路径，未来用病理模型和临床数据检验其边界。